2025年10月，星艦2代以一場完美的谢幕演出結束了其堪稱坎坷的一生。半年多之後，換新升級的星艦3代重新歸來。這一次，星艦3代能創造出超越曾經的奇蹟嗎？大家好，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今天我們就來用一個不算很短的視頻，來為大家詳細解讀一下星艦第12次試飛及星艦3代的首飛之路。同時，我們也会为大家詳解整個星艦3代以及與之配套的 Starship Launch System 及 SLS 的研發與改進之路。話不多說，讓我們開始吧。星艦3代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4年多之前。早在2022年5月，博主每日宇航員去新艦城採訪老馬時，老馬就說想要減少助推器山格多的數量，並將新艦的前翼移動到背風面。2024年1月，新艦第3次試飛前，老馬向大家展示了星艦2代與3代的改進規劃。星艦2代將會開始換裝推力更大的猛禽3發動機，星艦3代則會加上艦體。但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由於猛禽3發動機的研發進度落後，導致第一批次的星艦2代沒有用上猛禽3發動機，只能用了個猛禽2改。星艦2代這邊除了發動機沒換上之外，其他方面比如燃料儲量、機翼布局等等也有不少改進。而下面的助推器則是幾乎完全沒有什麼變化，連外形都沒有改。之後，由於星艦2代的試飛非常不順利，飛了3次，炸了4次，導致其在生產6艘、試飛了5次之後就草草退役了。在針對星艦2代的種種缺點進行具體的改進，並且等來了真正的猛禽3之後，星艦3代終於橫空出世。所以這麼看來，現在的星艦3代其實更類似於當年的星艦2代。為了防止之後的代際劃分過於混亂，老馬在星艦第10次試飛之前，對所有星艦進行了重新劃代。從第1到第6次試飛被稱為1代助推器與1代星艦，第7到第11次試飛被稱為2代助推器與2代星艦。雖然這個2代助推器相比於1代助推器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改進吧，但為了風格統一也這樣叫了。而從第12次試飛開始，則是星艦與助推器都完全更新換代的3代助推器與3代星艦。而老的3代星艦，也就是艦體加長那款，現在則被向後順延為了4代星艦。第3代星艦與助推器最為顯著的升級就是更換了猛禽3發動機。這下老馬把星艦重新劃代之後，正好也和猛禽發動機代數統一了，可喜可賀。猛禽3發動機相比於上一代猛禽2發動機，其高度從3米縮小到2.9米，噴口直徑則保持與上一代相同的1.3米。發動機噴管的擺動角度也維持在與上一代相同的15度，其最核心的改進在於減重與增推。由於猛禽3發動機外表做了大量的簡化，幾乎所有脆弱的管線、傳感器與控制器都被集成到了發動機內部。點火器也有所改進，新的聲學點火器可以讓甲烷和氧氣直接通過混合壓縮後升溫實現壓燃點火，甚至不需要額外的氮氣，這可以使得其結構更為簡潔，點火速度更快。猛禽3不需要額外的外部隔熱罩，可以硬扛火箭載入它的衝擊。其單机质量由 1.63 噸下降到 1.525 噸的同時，系統總重從 2.87 噸大幅下降至 1.72 噸，減重超過 40%。在重量大幅降低的同時，其推力也大幅提高，其測試推力可達280噸，比衝約330秒。目前參與首飛的這些猛禽3發動機推力也有250噸，大於猛禽2的230噸。而新艦上所使用的3台真空版猛禽3發動機，噴口直徑 2.3 米，高度 4.4 米，推力也從真空版猛禽2的258噸提升至275噸，比衝則升至約380秒。在升至滿血後，其推力可以超過300噸。猛禽3不僅做到了增推減重、縮小體積，它成本還低，其每台制造成本相比於最早的猛禽1降低了約4倍，堪稱夢幻般的發動機。在如此強勁的發動機的加持下，星艦與助推器的整體性能都迎來了一次躍升。助推器方面，第3代助推器高度由71米升級到72.3米，推进剂容量則由3250噸升級為3650噸，起飛推力由7100噸大幅躍升至8240噸。星艦高度則保持了與2代相同的52.1米，推進劑容量則從1500噸略微提升至1600噸，分離推力由1400噸提升至1600噸。第3代星艦與助推器的組合體總高度從123.1米提升至124.4米，在推力更大、長度更大、燃料容量更多的同時，星艦3代還做到了大幅減重。由於星艦與助推器上總共使用了39台猛禽發動機，每台發動機減重都超過1噸，單這一項改進就可以讓其減重超過40噸。而 SpaceX 公布的星艦起飛總質量為5533噸，如果以上的數據都是真實的，那意味着星艦3代組合體的空重大約在283噸左右，1、2級加起來只比2代助推器的重量高一點，其干制比達到約20，這幾乎是當代火箭設計的巔峰了。為什麼要說是幾乎呢？因為還有另一款火箭干制比也能達到20左右，這就是 SpaceX 的獵鷹9號。
以上這些改進共同作用，讓星艦3代的目標運力達到了全回收狀態下超過100噸。但星艦3代的改進還遠不止宏觀看上去這麼簡單。接下來咱們就由下至上、由外至內的詳細介紹第3代助推器與星艦的所有細節改進。這一部分內容可真不少，咱們開始吧。首先是助推器的底部，第3代助推器由於換装了猛禽3，所以取消了發動機的根繞，进而取消了之前發動機艙，重量得到了大幅降低。底部的發動机向上直连储罐，发动机的防热纯靠自己硬扛，助推器的防热则靠底部的金属根肉瓦与黑色防热涂层。同时，助推器的底部设計向外突出，火箭返回時底部的等离子体可以更容易地向四周排出。上一代助推器中间會凹進去，結果等離子體們堆積在中間出不來，會持續傷害助推器。隨着底部發動機艙的取消，第3代助推器的底部完全向外裸露。由於沒有什麼封閉空間，不會悶裡面着火，原來設計的二氧化碳滅火系統也隨之移除，重量得到進一步降低。底部33台發動機的布局也有所改變，最中心的3台發動機排列方式由60度角的正三角形布局改為2個54度與72度的軸對稱布局，這樣可以讓發動機控制助推器進行更方便的機動。同時，3圈發動機通過整體的旋轉，保證沒有任何一台發動機的噴嘴會直接對準發射台導流槽的中線，可以顯著減輕導流槽的壓力。再往上看，由於助推器的發動機艙取消，很多原來放裡面的管路現在被改成了外露的。在助推器的底部就有這樣7圈管路，其中最頂部的一圈是甲烷管路，由33個小管路，也就是對應的33台發動機的管路匯集而成，用於向外排放冷卻引擎所使用的甲烷氣體。向下第2圈也是甲烷管路，同樣由33個小管路匯集而成，但其通過2根管線合二為一後向上延伸，一直延伸到甲烷儲罐的頂部，這說明其負責甲烷儲箱的自增壓功能。所謂自增壓，就是在助推器消耗推進劑之後，儲箱內部就會出現空缺，為了維持儲箱的正常壓力，猛禽發動機會將一部分液體推進劑氣化，通過自增壓管路重新輸送回對應的推進劑儲箱，通過這些氣體來維持儲箱內的正常壓力。如果氣體過多，也可以通過儲箱側面的開孔來將多餘氣體排出。如果將開口改造為帶有方向的噴口，讓氣體沿特定方向噴出，還可以起到控制助推器方向，也就是 RCS 的功能。在這2圈較粗的管路下方是3圈較細的管路，這3根管路都向上連接到助推器的邊條翼。這些邊條翼內部放着的是裝載氮氣的 COPV 罐，說明這些管路是氮氣管路，氮氣可以用來對發動機進行吹掃和啟動。發動機在空中進行2次點火，就需要依靠 COPV 裡面的氮氣。這3根小管路再往下有一根較粗的管路，這根管路內部負責連接電氣和傳輸數據。其管路還連接着助推器周圍的這一圈小盒子，這一圈小盒子的內部是直通助推器裡面的孔，這裡會匯集各種管路，盒子就是它們的保護外殼。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甲烷管路分出的小管路，就是從這裡延伸出去的。這一圈共40個盒子中，33個上面帶小門的對應33台發動機，另外6台沒有小門，其中4個在邊條翼下方且盒子下方有額外開動的，對應4根邊條翼；2個沒有額外開動的，對應2個 QD， 也就是助推器的2個燃料加注裝置。將上面這一堆管路都捋清楚之後，最底下的那根較粗的管路也就只能是氧氣管路了。這根管路和上面第2根甲烷管路一樣，由33台發動機的小管路匯集而來，並通過2根管線合二為一後向上延伸，負責厭氧儲罐的增壓。之前2代助推器的厭氧儲罐的增壓方式，由於受到猛禽2發動機的限制，使用的是燃氣增壓，部分厌氧和甲烷燃燒之後生成水和二氧化碳，也會參與到厭氧儲罐的增壓過程當中。水蒸氣和二氧化碳遇到儲罐裡的厭氧都會重新凝結，水結成的冰飄在厭氧上面還沒啥危害，二氧化碳凝結形成的乾冰會沉到底下，容易堵住底下發動機的厌氧入口，導致燃料供應不良。之前2代助推器需要在儲罐下方布置網格板來攔截乾冰顆粒，這又進一步增加了重量。在猛禽3改進之後，其向厭氧儲罐內部輸出的氣體由燃氣更改為了氣化的厭氧，使用氧氣增壓之後的儲罐就避免了堵塞問題。不需要網格板之後，也可以進一步的減重。在底部的管路和盒子周圍還有20個向內凹的洞，這些洞是讓發射台來插的。發射台上的20個壓緊支撐臂會插進這些洞裡，用於固定住助推器，防止其意外掉下去或者意外飛起來。讓我們繼續向上看，負責為第3代助推器加入推進劑以及其他氣體和提供電氣連接的 QD 接口，由1個變為了2個，甲烷和厭氧的加注口被分開了。在之前的2代助推器上面，由於甲烷和厭氧的加注口離得太近，
導致 QD 裝置與助推器斷開連接時，溢出的甲烷和液氧就容易就近燃燒，進而繼續回火到燃料加注管路裡，搞得燃料加注管路需要頻繁更換。現在分離之後，不僅可以避免着火燃燒，還有了更大的空間將每根燃料管路做得更大，進一步提升加注效率。同時，由於之前的助推器燃料加注口被布置在了靠近发射台的那一側，這就會導致一個問題。由於星艦發射時會盡量先向外飛，遠離發射塔，但頭朝外的話，尾巴就會朝裡，這就導致靠近發射塔一側的燃料加注裝置需要長時間沐浴在猛禽發動機的聖光之中，可憐的孩子都要被燒化了。之前 SpaceX 試圖往上疊加鋼板，結果鋼板也跟着化了。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第3代助推器的燃料加注口位置改為了遠離發射塔的另一側，這樣就不會被正對着燒烤了。助推器的這兩個燃料加注口中間間隔為72度，其中左側加注液氧，右側加注甲烷。在燃料加注口兩側是助推器的4根邊條翼，這4根邊條翼分為2對。在上一代助推器中，其夾角分別為76度和120度。在早期助推器 B7 上，2根邊條翼一大一小，夾角為76度的是中杯邊條翼，夾角為120度的是大杯邊條翼。在之後的助推器中，由於要在邊條翼內部額外安裝二氧化碳滅火系統，所以中杯邊條翼變大了，變成了2組大杯邊條翼。在第3代助推器中，2組邊條翼的夾角由76度和120度更改為了54度和108度。108度的這組邊條翼是大杯邊條翼，而54度的這組邊條翼則被繼續增長，升級為了超大杯邊條翼。這種升級不僅可以使助推器容納更多的 COPV 儲罐，還使其氣動布局與中心控制更加合理，更有利於在下落時使用邊條翼產生空氣阻力減速，以節省減速燃料。在之前的2代助推器中，助推器的 QD 面板被布置在夾角較小，也就是76度的這一組邊條翼之間，但第3代助推器這一組超大杯邊條翼夾角只有54度。而2個 QD 面板的角度間隔則達到了72度，中間根本放不開，所以第3代助推器的2個 QD 面板與108度角的這對大杯邊條翼被放在了同一側。第3代助推器的邊條翼內部的 COPV 也得到了更新，本來它是和2代助推器一樣用的黑皮 COPV， 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還是乖乖加上了紅色外殼。在邊條翼的頂部安裝了助推器的星鏈天線，在助推器 B10 之前，其上安裝的星鏈天線都是圓形的，而在助推器 B10 到 B12 之間，圓形與方形的天線實現了混用。從助推器 B12 開始一直到現在，邊條翼頂部一直使用方形星鏈天線。星鏈天線的頂部由格尔瓦覆蓋，因此呈現黑色。第3代助推器的星鏈通訊性能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離開邊條翼繼續向上看，我們可以看到助推器側面的自增壓管路、航電系統與飛行終止系統，也就是 FTS 炸藥。在之前的2代助推器中，液氧儲罐與甲烷儲罐的增壓管路都被放在了同一側，而第3代助推器的增壓管路則被分開布置為了2側。星艦助推器下面放液氧，上面放甲烷，所以液氧自增压管路只需要延伸到位於助推器中部的液氧储罐頂部，相比於甲烷自增压管路要短不少。其管路被放在了 QD 接口的同側，而甲烷自增压管路則被放在了 QD 接口的对側。在甲烷自增压管路的上部，助推器升級之後的航電系統被布置在了管路周圍，並由額外的外殼保護。在上一代助推器中，航電系統被布置在了助推器頂部熱分離環的下面。這一代助推器由於取消了單獨的熱分離環，甲烷儲罐的頂部直接就是助推器的頂部，中間沒有額外空間，所以沒有位置的航電系統就被擠到側面來了。繼續向上看，我們可以看到助推器的3個扇格舵。第3代助推器的扇格舵數量由4個減為了3個，呈 T 字形排列，其中2個分布在助推器的左右兩側，第3個扇格舵則被布置在了靠近 QD 接口的這一側。這麼布置，由於不像之前一樣中心對稱，看上去有點奇怪。但也說明了第3代助推器在下落減速時的設計思路更類似於飛機，左右兩側的扇格舵就相當於飛機的2個機翼，第3個扇格舵就相當於飛機的垂直尾翼，左右兩側控制俯仰，中間一塊控制滾轉。這樣的布置可以讓助推器更方便的拉大弓角，實現傾斜載入。傾斜載入的助推器可以讓更大的艦體面積直面載入氣流，可以白嫖到更多的空氣阻力減速。由於助推器在下落時處於背风面的扇格舵發揮的作用非常小，所以也就沒有添加與第3塊扇格舵對称的第4個扇格舵的必要了。新一代扇格舵的形狀由長方形更改為了6邊形，有效面積相比于舊版的 4.8 乘 2.4 米擴大了約 50%， 並且依然沿用了不鏽鋼材料。兩側的扇格舵和第3個扇格舵其大小和內部的網格以及具體的厚度也有所不同。兩側的扇格舵使用了常規的垂直網格，但第3個扇格舵的網格向外傾斜，這樣在上升時氣流就會向外偏轉，進而對助推器施加一個向內的側向力，抵消一部分因為不對稱導致的兩側阻力不同。而在載入過程中，助推器以高弓角姿態載入時，
之前傾斜的扇格舵片，此時剛好因為艦體傾斜抵消而回正，可以更好的與氣流對齊。3代助推器的3片扇格舵位置，相比於2代助推器還有所降低，可以降低熱分離時2級尾焰灼燒帶來的影響。之前的2代助推器扇格舵的位置更靠上，裡面的驅動電機正好放在助推器杵管頂部和熱分離環底下的空間裡。現在這塊空間沒了，扇格舵的位置也更靠下，整套驅動電機就只能塞到杵管裡面，而左右兩側的扇格舵根部還向下突出，集成了筷子的掛點，用以實現筷子回收，並取消了之前的獨立掛點以減重。這是因為3代助推器的這兩個扇格舵正好和筷子掛點在同一線上。之前2代助推器的4片扇格舵呈120度與60度夾角的 X 型，沒辦法這樣集成掛點。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掛點被集成到了扇格舵上，但廣大的扇格舵面仍然是不與筷子發生明顯接觸的。這樣既是為了保護筷子，也是為了保護扇格舵面。與筷子的回收導軌直接接觸的仍然是扇格舵根部突出的小掛點。再往上看，我們終於來到了助推器的頂部，這裡是3代助推器的熱分離環。3代助推器的熱分離環直接與杵管頂部集成到了一起，取消了之前的獨立熱分離環之後，直接就減重了接近10噸。同時，由於不需要拋棄熱分離環，助推器終於實現了完全的回收。也因為不需要制造新的熱分離環，助推器後續的維護也更加方便，成本也更低。這一代融合之後的熱分離環在形狀上又回到了老火箭的樣式，同時由於融合之後的熱分離環沒有單獨的頂部空間，將原本放在這裡的航電系統與扇格舵電機也全部擠走了。由於沒有了之前單獨的熱分離環，導致甲烷杵管的頂部要直接暴露在2級的尾焰之下，所以3代助推器甲烷頂部被加裝上了額外的鋼皮保護，這上面的鋼皮還不是完全對稱的，其根據受到的2級推力不同有厚有薄，這是因為助推器要和2級一起實現受控翻轉。在之前的2代助推器中，熱分離後的助推器偏轉方向是不確定的，只能偏轉之後再靠助推器的發动機來掰正。後期為了實現助推器的受控翻轉，只能將熱分離環堵住一部分，通過控制2級尾焰流向的方式來實現1級的受控翻轉。而現在助推器可以讓2級的3台海平面發動機以不同的角度啟動，通過2級海平面發动机的推力大小和方向不同來實現受控翻轉。甲烷杵管頂部的防護也是以此為基礎設計的。這時候就會有人問，為什麼之前2代助推器時不讓2級發動機也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1級翻轉呢？因為之前2代星艦底部的海平面發動機和熱分離環最頂部離得太近了，直接對着熱分離環噴射會損害發動機，所以只能向外岔開，並且要先啟動無法旋轉的真空發動機，再啟動可以偏轉的海平面發動機。現在改進之後的熱分離環讓助推器甲烷杵管頂部和2級發動機間距增大，可以讓發動機以更為自由的角度和推力啟動，也就給了2級发动機實現偏轉操作的空間。在熱分離環的最頂部是1、2級連接使用的分離卡扣，第3代助推器的分離卡扣在1、2級分離之後可以縮回到熱分離環裡面，以進一步減少2級灼燒造成的影響。至此，第3代助推器的表面細節終於被咱們說完了。接下來咱們來看內部。與2代助推器相比，第3代助推器內部最大的變化就是這個巨大的浆液管。這個漿液管直徑3.8米，和009號一樣粗，這下真正實現了大粗筒子包009。新的漿液管在增加結構強度，可以承受更大的下路攻角的同時，提升了燃料運送效率，可以将上部杵管的甲烷迅速輸送下來供给發動機，讓所有33台發動機實現同步點火，在起飛階段就可以節省不少的推进劑。在星艦前2次試飛的助推器 B7 與 B9 中，33台發動機的點火順序是：先點燃內圈13台發動機中的8台，再點燃剩餘的5台，再點燃外圈20台發動機中的15台，最後點燃外圈發動機中剩餘的5台。而從第3次試飛一直到第11次試飛，其點火順序一直都是先點燃內圈的13台發動機，再點燃外圈20台發動機中的15台發動機，最後點燃剩餘的5台發動機。曾幾何時，數十台發動機的多發并联被認為會因為共振問題而導致完全不可行，而現在 SpaceX 已經能夠做到讓數十台發動機在一瞬間同時啟動了。這個巨大的漿液管同時還充當了甲烷着陸儲箱的功能。在2代助推器中，液氧着陸儲箱圍繞在中心的漿液管四周，但在第3代助推器中，由於中間這個大管子實在太粗了，給液氧儲管擠沒地兒了，所以它只能跑到助推器側面掛着，又回到了類似於當年最早的助推器，也就是 B4 曾經的設計，這兜兜轉轉又回來了。為了方便燃料加注和控制重心，這個頭尖尖的液氧着陸儲管被安排在了靠近 QD 接口的那一側，並從儲管底部延伸出了多根管道，跟一個大蜘蛛一樣供給中圈發動機。
你可別看這玩意兒小，它頭上還有自己獨立的增壓系統呢。這些多出來的管路，再加上為了適配猛禽3發動機而額外增加的一些管路，導致第3代助推器的底部管路反而看着更複雜了。但由於其他地方優化減重的更多，所以助推器整體的重量以及干支比還是有了進一步的優化。至此，咱們終於捋清楚了第3代助推器裡裡外外的種種優化改進。接下來，咱們來看3代星艦的表現吧，還是從下往上，從外到內啊。開始吧。3代星艦相比於3代助推器，並沒有那麼巨大的脫胎換骨的改進，畢竟現在的3代星艦其實就是當年2代星艦的完全體，所以很多改進早在当年的2代星艦時就已經做了。從下往上看，星艦的尾翼根部增加了一套 RCS， 以實現更為全面的姿態控制。這套 RCS 的管路可以從艦體正面靠近機翼的側邊看到，由主管內部向外延伸出。3代星艦的尾翼也有所改進，雖然形狀沒有變化，但其控制系統由每片尾翼配2個執行機，升級為1個執行器配3個電機，在減輕質量與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了冗餘性。由於星艦3代使用了猛禽3發動機，所以發動機艙也和助推器一樣大幅精簡了。除了邊緣的一圈密封板之外，海平面發動机的保護罩與真空發動机的保護擋板都被取消。发动机和助推器一樣直連储管底部。由于尾艙封閉空間的消失，這裡也不像之前那樣那麼容易着火了。封閉空間的消失還使尾艙總體的空間進一步增大，同時通過新設計的更扁的圓頂，略微增大了一些推進劑的容量。星艦正面底部的 QD 面板也從1個改為了2個，和助推器一樣可以分開加注並提高加注速度。但由於2級需要使用發射塔上面擺動的 QDB 進行加注，如果2個 QD 面板間隔太遠，左右各放1個的話， QDB 容易擺不開，所以這2個 QD 面板離得很近。再往上看，星艦3代安裝了在軌加注時需要使用的對接口，下面靠近 QD 的位置和上面靠近艙門的位置各有2個。在未來進行在軌加注測試時，2艘星艦就會通過這種對接口相互貼。再往上看，星艦正面的管路設計也更加簡潔，各種小型的管路管線甚至是 FTS 都被整合進了以液氧和甲烷增壓管路為核心的2條管路線上，並統一覆蓋保護外殼。繼續往上看，星艦3代的艙門也得到了略微的加大加固，在艙門上面是星艦的星鏈通訊天線。星艦的通讯天線最早是一組6邊形的護芯盾片，正面和背面各有一組，只不過背面的那一組一直被格尔瓦覆蓋着，所以沒人關心。後來護芯盾片被取消，改為了體積更大的方形星鏈天線，並在表面覆蓋黑色格尔瓦，放在星艦的正面上部。後來2代星艦更改了星鏈天線的數量与位置，每一代星艦內部不同飞船之間天線的具體數量和位置也有一定变化。到了3代星艦這裡，星鏈天線的數量被改為了4個，2個放在正面，2個放在背面，都由格爾瓦負責保護。之前的方形星鏈天線最多只有放到側面的，這直接放到迎風面的也是第一次。如果能經得住載入的考驗，這樣2面都有天線的布置，確實能進一步改善通信。在改進之後的星鏈天線的加持下，星艦的信息傳輸速率達到了驚人的480 Mbps， 幾乎比別的火箭高2個數量級，不是高2倍啊，是高2個數量級。星艦組合體的峰值發電功率也有9兆瓦，同樣和一般火箭拉開了數量級的差距。這種驚人的信息傳輸能力不僅可以讓 SpaceX 拿到異常豐富的實驗數據，也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攝像頭直播畫面。全新升級之後的攝像系統將提供約50個視角，並在整個飛行階段實現全程覆蓋。在星艦的側面，第3代星艦採用了全新的回收掛點與筷子堆接點，在堆疊吊裝與轉運時也使用了新型吊具，可以更方便地提高其生產與運輸效率。在使用筷子堆疊時，早期的星艦2代使用筷子上面的插頭插進星艦側面的洞裡，現在這些插頭和洞都已經被取消了。星艦也和助推器一樣，開始直接使用回收時會用到的筷子掛點來進行吊裝。星艦3代在格爾瓦的細節處理上也有所增強，格爾瓦的邊緣过渡更加整齊，格爾瓦的縫隙裡也全部使用了之前用過的白色包裝。而在星艦內部 ，COPV 也使用了增強防護的紅色外殼，並且使用的時間比助推器要更早。星鏈衛星的釋放器經過改進，釋放衛星的速度變快了。而星艦內部的各種管路與閥門也都得到了改進增強。頂部的着陸儲管管路覆蓋真空隔热層，並且使用了低溫推进器再循環系統，使星艦具有一定的長时间續航能力。以上便是整個星艦3代的設計優化與改進。但想要將這些設計改進落實到工程實踐，還需要測試罐們的幫助。用於測試星艦3代與助推器的測試罐主要有3個。測試助推器底部的儲罐名為 TT17， 或稱 B18.1。這個測試罐在梅西測試場測了大半年，光低溫測試就測了10多次，後來還進行了一些極限測試。
測試助推器頂部的測試管名為 B18.3， 在進行了常規的低溫測試之後， B18.3 在熱分離環上面堆疊了一個新件的尾部結構，並在罐頭破碎機裡對其施加壓力，用於測試新件1、2級的連接情況。結果熱分離環沒壞， B18.3 尾部的一個鋼圈被壓壞了。後來 B18.3 還使用了一些插件插到側面安裝山格舵的洞裡，用於模擬山格舵測試。最後一個 TT18 也稱 S39.1， 是用來測試新建3代尾部的，其測試了新建3代的新 QD 設計，並且進行了多次低溫測試，驗證結構強度之後，還測試了一下新建在軌加注會用到的對接口。在以上的這些測試都完成之後，3代新建与助推器便可以放心大膽地正式投入測試運營了。但对於整個新一代的新建發射系統來說，除了新建本身的更新換代之外，發射台与发射塔的升級同樣非常重要。接下来咱們就来詳細說一說新建成第2座发射台與发射塔的設計改進。首先是變化最大的第2座发射台。第2座发射台的目標是解決第1座发射台使用過程中遇到的所有痛點，並且實現快速的維護與運營。第1座发射台的水冷鋼板系統遇到的問題有很多，比如水冷鋼板的尾氣朝四面八方擴散開來，周圍的基礎設施都會受到破壞。再比如，隨着助推器推力的進一步增強，原本平整的水冷鋼板漸漸無法承受助推器的重壓。為了解決這2個問題 ，SpaceX 使用了導流槽加水冷鋼管系統，不僅可以將四面八方擴散的尾焰與水汽集中到2個方向上來，向下凹進去的導流槽還能收集沒用完的冷卻水，抽回去下次接着用。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就是新建成周圍都是濕地，向下挖導流槽實在是太不好修建了。所以 SpaceX 先向四周地面打入鋼板，將作業區進行隔離，然後在四周布置上水泵，邊挖邊抽水。同時，為了應對地基沉降問題 ，SpaceX 向下方打入了遠多於第1座发射台的鋼筋地基，最後終於是在濕地裡面建起了一座導流槽。SpaceX 在導流槽裡鋪設了雙向的水冷鋼管，在這些鋼管的上面開動噴水，並且根據發動機的密度和發動機與鋼管的距離來規劃鋼管上面開動的數量。其中中央脊線上的噴水密度最大，向兩側逐漸降低，但僅靠水冷鋼管仍然遠遠不足以對抗猛禽發動機。猛禽發動機一開機，水直接被摁洞裡噴不出來。為了提高水量並增大水壓 ，SpaceX 不僅增加了水罐的數量與體積，還設計了一整套增壓噴水系統。之前第1座发射台的噴水系統依靠高壓氣體擠壓噴水，第2座发射台則更上一層樓，使用甲烷和氧氣燃燒來氣化液氮，用氣化後的液氮以及甲烷氧氣燃燒之後產生的混合氣體一起衝入水罐擠壓，以此產生異常澎湃的壓力，終於可以對抗猛禽發動機了。如果採用傳統發動機那樣的水塔供水，可能需要修建超過200米高的水塔才能達到同樣的水壓，這比世界上最高的发射台水塔，也就是藍色起源新格倫的那個還要高1倍。使用這種新型驅動裝置雖然有些危險，也因此產生過一些爆燃事故，但為了實現完全快速可復用，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第1座发射台的另一個痛點，就是在那些水冷鋼板沒辦法直接保護的區域，會產生更為嚴重的破壞，需要頻繁的進行人工維護。比如发射台的6根立柱，其表面的導焰錐就會頻繁的開裂，柱子上刷的防火漆也需要頻繁塗刷。第2座发射台則取消了這些柱子，水冷鋼管2側的牆壁上全部被鑲嵌了改進之後的防爆鋼板。由於導流槽和水冷鋼管的作用，側面的這些防爆鋼板受到的壓力比之前的1號发射台的柱子要少不少。換上了更為堅固的鋼板之後，整個系統便不需要頻繁維護了。舊发射台的下一個痛點是发射台圓環下方有一些外露管線，這些管線每次發射都會被尾焰破壞，需要頻繁的維修或者更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新发射台在導流槽的側面修建了一個整體的龍門架，所有外露的電氣管線都被包裹進了龍門架裡，龍門架的外表面則使用了防爆鋼板全面包裹，基本消除了尾焰的破壞。舊发射台的另一個痛點是固定助推器的20個壓緊支撐臂。舊发射台依靠发射台圓環內部的20個壓緊支撐臂來固定助推器的底部，每一個支撐臂對應一台發動機。同時，每個支撐臂上還附帶有一個小 QD 裝置，可以對接助推器外圈的20台發動機，並且為其提供氮氣使發動機啟動。但這些小 QD 裝置和壓緊支撐臂在助推器升空時非常容易遭到破壞，往往用不了幾次就要更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新发射台將這些小 QD 裝置全部取消了，相關功能全部整合到2個大 QD 裝置中。发射台的20個支撐臂僅負責對助推器固定和支撐，防止火箭掉下去或者意外起飛，並且通過更為簡潔的新設計改變其重心位置，使其重心更靠後，讓其在助推器升空的過程中向後收回的速度變得更快。同時，每個支撐臂都有對應的上下2塊防護鋼板，在支撐臂快速收回之後，防護鋼板將提供全面的防護，解決了之前的燒蝕問題。
再往上看，舊發熱台的另一大問題是，助推器脫離發熱台之後，會對發熱台的表面持續灼燒，其中以靠近發熱塔的 QD 裝置最為嚴重，並且由於舊發熱台的 QD 裝置將甲烷和液氧加注管路放到了一起，導致特別容易混合燃燒起火。新發熱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先將 QD 裝置轉移到了遠離發熱塔的對側，避免其受到火箭的直接灼燒。同時將液氧與甲烷 QD 裝置分開，避免混合燃燒。其中左側在龍門架上方的為液氧 QD， 右側在導流槽上方的為甲烷 QD。為了更好地保護 QD 裝置，新的 QD 不僅安裝了更為厚重的防護鋼板，還設計了更為厚重且回收速度更快的防爆門。但這還遠遠不夠 ，SpaceX 要解決而非減緩燒蝕問題，這就有了新發熱台的下一項改進，就是發熱台面的水冷鋼板。新發熱台的上表面鋪設了整層的水冷鋼板，當火箭脫離發熱台升空之後，這些水冷鋼板表面噴出的水會保護發熱台面，也保護周圍的 QD 裝置和龍門架。為了給水冷鋼板和下方的導流槽水冷鋼管供水， SpaceX 找來了5個大型水罐和6個小型水罐，其中5個大型水罐為水冷鋼管的主體供水，配備4台驅動裝置；6個小型水罐中，3個單獨為水冷鋼管終極的頂蓋供水，配備2台驅動裝置；另外3個專門為頂部的水冷鋼板供水，配備3台驅動裝置。相比之下，第一座發熱台的水冷鋼板系統由3個中型水罐和4個小型水罐供水。舊發熱台的最後一個痛點是發熱台頂部的助推器固定插銷，這個東西在助推器測試的過程中用於固定助推器，但在發射前需要人工手動取下來。由於這玩意兒需要從發熱台頂部開個洞來提供電力連接，取下來之後，為了防止發射時往這個洞裡噴火，還要把洞口焊死。當然，就算你想留着不把它焊死，助推器也會幫你焊上。這樣每次使用都需要重新開洞堵洞，再人工安裝，實在是非常麻煩。新發熱台則直接將固定插銷完全取消了，並通過改進2個 QD 裝置的對接機構，使其發揮類似於插銷的固定作用。正好由於2個 QD 裝置分開了，也是2點固定。新發熱台在解決了諸多老問題之後，自己也會產生一些新的小問題，比如新發熱台的這個台面長得太大，星艦跑到一邊堆疊時，機翼容易穿模。為了避免卡到地球而來的 bug， 之後星艦堆疊的時候，靠近發熱台的這一側機翼都需要收起來。總而言之，新的發熱台在經過徹底的脫胎換骨與重新設計之後，基本解決了舊發熱台的所有明顯痛點。整個發熱台從外表一眼看上去，簡直和猛禽3發動機一樣簡潔，就像一件藝術品一樣。而在第2座發熱台旁邊的第2座發熱塔，同樣有着諸多重要的升級與改進。第2座發熱塔的筷子更短，雖然回收範圍有所降低，但由於整體慣性更小，所以執行起來更加精準迅速，回收精度更高。同時，筷子的執行器也由液压改為電動，進一步提高精度和反應速度。为了實現完全快速可重複使用，新的發熱塔筷子已經開始初步測試自動化堆疊流程。第2座發熱塔的防護水平也有所升級，發熱塔側面的防護外殼面積更大，高度更高，發熱塔頂部也額外增加了一層防護鋼板。之前頂部的天線則被取消了，其功能也被集成到了其他位置。正所謂，只要沒有天線，天線就不會被吹壞。為星艦2級提供燃料加注和電氣支持的 QDB 也全新升級，不僅其燃料加注效率大幅提高，向外擺動的幅度也更快更遠，可以避免火箭發動機尾焰的破壞。為了測試全新的 QDB， SpaceX 還在 QDB 上掛上了之前用於測試筷子結構強度的蛋蛋。新的1級與2級的 QD 裝置可以讓星艦組合體的燃料加注速度縮短到30分鐘，比零09號還要快，而其燃料加注量有零09號的足足10倍，效率比很多火箭快了不止1個數量級。至此，全套的星艦發射系統的升級與改進，我們都已經介紹完畢了。大家有什麼感想呢？其實除了咱們前面介紹的一環扣一環的嚴謹的改進與規劃之外， SpaceX 團隊在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趣事，比如有工人躺到脚手架上睡覺被航拍拍着，比如浇筑水泥時工序顛倒了，導致只能苦哈哈的去拆水泥，比如轉運助推器時卡着門，導致半天出不來，比如無人機觀察噴水測試時離得太近，結果被水流沖跑。但就是這樣一支平凡而又閃耀着光輝的團隊，實現了航天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我真的感覺 SpaceX 的星艦團隊已經窮盡了常人的智慧與手段，用各種或平凡或非凡或簡單或複雜的手段與技術，解決了種種前人難以想象的危機與難題，卻還是要為了各種新出現的難題而奮戰。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評價他們，那應該就是這幫人真是太他媽厲害了。或許他們真的有能力實現那個極其恢宏的目標，完全快速可重複使用。現在如果讓我相信老馬吹牛的那種2小時內快速發射，我肯定還是不信的。
但如果說星艦未來可以做到单个发射台1天內發射一次，我覺得這是真的可以實現的。畢竟像009號這種半路出家的第一代可攜式火箭，靠着後天的努力，現在都已經可以做到同一個發射台2天內發射2次了。像星艦這種從誕生之日起就朝着完全快速可復用目標設計並前進的新一代火箭，取得超越009號的成績，也不會太讓人驚訝。真等到那一天到來，大家可能會更優先考慮火箭持續發射時燃料的供應問題。那時候的星艦團隊肯定也會遇到種種我們現在所想象不到的困難，但我相信憑借他們的智慧與能力，可以一直前進下去。說了這麼多，咱們也要回到現實中來。接下來咱們來看一看將要參與首飛的3代星艦與助推器，也就是 B19 與 S39的測試之路吧。其實由於最後一枚2代助推器 B17沒有試飛就被拆解了，這麼算來，第一枚3代助推器應該是 B18。可惜的是 ，B18 於2025年11月20號首次推出亮相，並前往梅西測試場進行測試，結果第2天就爆了。經過檢查，大概率又是 COPV 的鍋。這 COPV 之前都把2代星艦 S36炸過一次了，現在又炸了一個3代助推器。說起來 ，SpaceX 其實帶着某種僥倖心理，在 S36爆炸之後 ，SpaceX 在3代星艦的 COPV 上都使用了額外的紅色外殼加以保護，結果助推器沒有跟着改，還使用了原來的黑色外殼，於是乎求錘得錘。後來被炸出 PTSD 的 SpaceX 只能在梅西測試場專門搭建一個測試區，用來對每一個 COPV 都進行單獨測試。被氣得不輕的老馬也一怒之下直接收購了一家 COPV 製造廠。這 COPV 是靠爆炸給自己炸出統戰價值來了。1個月之後，第2枚助推器 B19堆疊完成，但直到2個月之後的2026年2月才戰戰兢兢地進行了低溫測試。之後返回生產區安裝山格舵與猛禽3發動機，並於1個月之後的3月17日完成了10台發動機的靜態點火測試。但測試過程並不順利，由於新的噴水系統出現了壓力不足的故障，導致發動機被迫緊急停機。雖然所有發動機都成功開機啟動，但有一半的發動機在緊急停機過程中出現了機械損傷。之後這10台發動機全部被更換，發射台也進行了更密集的噴水測試。又過了1個月 ，B19在4月16日完成了33台發動機的靜態點火測試，但這次測試仍然極其不順利。由於發射台的傳感器讀數異常，在發動機啟動1.88秒之後，便被下達了緊急終止指令。在靜態點火結束之後 ，B19還在發射台進行了首次滿加注測試，第一次加注就只用了35分鐘，超越了之前舊發射台的速度記錄。又過了半個月，到了5月初 ，B19重新歸來。並且在尾部已經刷上了和 PPT 上同樣的黑色防熱塗層。5月7號 ，B19進行了首次成功的全推力、全時長、全發動機靜態點火測試，所有發動機同步啟動，以滿狀態硬剛導流槽。整個測試持續了約15秒，兩邊都沒出什麼問題。結果因為他們動靜鬧太大，把旁邊發射塔上的筷子滑塊震壞了，進而影響了星艦 S39的轉運與堆疊。而在 S39這邊，其於2025年10月份就制造完畢，但由於梅西測試場的靜態點火測試台之前被 S36爆炸崩上天了。適配新一代星艦的靜態點火測試台一直在修理和改進，使得 S39直到2026年3月初才完成低溫測試。新的靜態點火測試台還在旁邊搭建了一個支架，可以連接星艦的艦體與機翼，對其進行擠壓測試，算是測試台的一個新功能。在完成低溫測試之後的 S39返回生產區，並為正面的管路包裹上了防護外殼，還在正面很多地方都貼上了隔熱瓦，用於在飛行過程中針對艦體各處的不同情況進行全面的防護測試。4月11日準備完畢的 S39再次前往梅西測試場，並在4月15日完成了60秒的長時間全發動機靜態點火。由於真空發動機在海平面點火時易出現故障，在靜態點火測試之後 ，S39還更換了部分發動機。5月9日 ，S39第一次與 B19堆疊合體，新的星艦、新的助推器、新的發射台、新的發射塔至此全部歸位，新的 SLS 正式誕生。1天之後，星艦組合體就嘗試了進行首次試彩排，但因為2級的管路問題推遲了2天。在更換管路之後，星艦組合體在5月12日進行了首次試彩排，1、2級全加注只用了約30分鐘，整個彩排過程一直持續到發動機起旋結束。第2天 ，S39與 B19匆匆返回生產區，並進行各自的發射前準備。發射台也再次進行多次噴水測試，所有系統都在緊鑼密鼓地等待着發射日的到來。SpaceX 定檔的首個發射日為2026年5月20日。由於 S39之前更換過發動機，所以這2天又緊急前往梅西測試場進行了一次測試，但發動機並未點火。完成測試之後的 S39趕緊趕回生產區，開始裝載此次試飛所需要使用的星鏈模擬器。B19也對自己的邊條翼進行焊接固定。此次試飛 S39將會搭載足22個星鏈模擬器。光這22個模擬器重量就能達到約40噸，之前的星艦2代最多只搭載了8個。
這22個星鏈模擬器裡，有20個尺寸與重量和星鏈3代衛星差不多的普通模擬器，還有2顆是經過特殊改裝的星鏈衛星。這2顆衛星除了承擔一部分星鏈3代的測試任務之外，還在衛星上安裝了攝像頭，用於拍攝釋放衛星之後的星艦，為我們提供全新的視角。之前星艦装載星鏈模擬器時，都是工人師傅們一個一個手動安装，這次數量太多了 ，SpaceX 就把他們雪藏有的大寶貝星鏈裝載箱給拿了回来。這玩意兒上次亮相的时候，星鏈3代還叫星鏈2代呢。這個大箱子裡可以裝滿星鏈衛星，並且緊貼星艦艙門，為其實現自動化裝載。在衛星装載完畢之後 ，B19 和 S39再次前往发射台合體，並利用剩餘的時間又進行了一次試彩排。发射日期也小搁一下，来到了5月22日。結果當天星艦2級的 QDB 插銷卡進去拔不出來，導致 QDB 縮不回去，發射又推遲了1天。最終的發射日期被定為了5月23日。就這樣，2026年當地時間5月22日下午，北京時間5月23日清晨，時隔7個多月，星艦3代組合體 B19 與 S39帶着眾人的期盼與希望，再次發射升空，星艦3代的首飛正式開始。10, 9, 8, 7, 6, 5, 4, 3, ignition. Proceed on full chamber pressure nominal. Over a minute into flight and operations chilling out here at Stellar Factory as we continue to climb. Point to it now. Now I'm going to give the booster a bit of a kick, sending it in a known direction. Follow through the absolute Go. There we go, successful oxidating separation. You're not seeing it Outside too much launch and wow, that was the Yeah, that was really loud, really shaky. there's a booster coming back down. If you Shut up. The 從星艦組合體升空開始，其整個流程相比於之前的2代星艦發射就有了不小的變化。新的導流槽為提供更全面的防護，在發射前17秒左右就開始啟動噴水，比舊發射台要早了7秒。由於發動機啟動速度的優化，星艦升空的時間也從點火後5秒提前至點火後3秒。由於猛禽3發動機帶來的澎湃推力，導致整個星艦組合體的推重比高得嚇人，已經達到了1.4以上。我們能明顯看出其離開發射台的速度要快得多。起飛後55秒，星艦就通過 Max Q， 比之前的2代星艦要快得多。1分42秒左右，1級外圈1台發動機故障熄火，但得益於充足的冗餘，少1台發動機影響不大。起飛後2分20秒，星艦進入熱分離程序，1級外圈發動機逐步關機，先關閉中圈10台發動機中的8台，再關閉外圈20台發動機中的10台，最後關閉外圈剩餘的10台，只保留中心3台發動機與中圈2台發動機，共5台發動機持續點火，比之前的2代助推器要多2台。隨後，星艦進行1、2級分離。按照正常情況，助推器在熱分離之後將會使用全部33台發動機進行返回點火。之前的助推器僅使用內圈的13台發動機。在猛禽3點火方式改變之後，外圈20台發動機也具備了在空中點火的能力。使用更多的發動機一起工作，可以讓每台發動機節省更多的推力，總體上可以節省一些燃料，並讓每台發動機的壽命更加均衡。但意外也在此時發生了。1級其他發動機在嘗試點火之後，很快接連熄火，只留下了很少一部分發動機仍能工作，並且這剩下的一堆發動機還不對稱，並且熱分離的姿態也有問題，1級朝向錯誤的方向偏轉，10幾秒之後，剩下的這些發動機也一起關機了，1級助推器的姿態也基本失控，開始到處旋轉。
如果說一級是成功完成了上升階段的任務，只是自己之後獨自回收的部分出了意外，那二级的意外就更加严重了。在起飞後3分03秒，一台真空猛禽发动机故障熄火，这时候距離二级点火才刚30秒，上升阶段刚完成8%，动力损失就超过1/6，这還怎麼玩啊？就這樣，星艦1、2級雙雙出故障，星艦3代的首飛就以這樣一種令人遺憾的結果到此等等，沒有結束啊！首先是往回飛的一級，雖然一級的姿態一直旋轉，但靠着山格舵和 RCS 的全力補救，還是勉強維持住了載入階段的姿態。就這樣，一級在沒有進行正常返回點火的情況下，靠着令人驚嘆的結構強度，完整撐過了載入階段，成功下降至海面。但再掙扎也就到此為止了。由於發動機故障，着陸點火不可能正常開展，只有一台發動機成功開機，助推器就這樣以超過音速的速度砸到了海面上。而另一邊的二級也在繼續掙扎，雖然超過1/6的動力都已經損失，但二級迅速控制住了姿態，繼續向上飛行。剩餘的5台發動機也一起努力，通過延長點火的方式來完成了上升階段。在發射後9分15秒左右，二級完成上升階段，剩餘5台發動機陸續關機，2台真空發動機先關機，3台海平面發動機最後關機，比原定的上升階段延長1分鐘左右。在這之後，其他測試任務也要正常開展。在發射後17到27分鐘左右 ，S39 成功釋放了所有22顆模擬載荷與衛星。得益於新的衛星釋放器的改進 ，S39 在所釋放的衛星數量比上次試飛星艦要多出175%的同時，用時僅多花費42%。全部衛星在10分鐘的時間內就釋放完畢。這時候，星艦上面那些被塗刷成白色或者灰白色的格爾瓦就開始發揮作用了。這些白色格爾瓦並非使用了特殊材質，只是在表面刷了一層白漆，用以模擬黑色格爾瓦掉落後的顏色。這是專門給後面那2顆一直尾隨的帶攝像頭的衛星看的。他們倆會通過攝像頭觀察這些白色或者灰白色的格爾瓦在太空狀態下的真實攝像表現，用於以後任務中格爾瓦脫落時的分析。以後星艦在返回發射場之前，就會用這種方式進行格爾瓦分析。星艦還在太空中轉了一圈，讓攝像頭看一看自己的背面。在這項測試結束之後，由於之前上升階段意外消耗的燃料過多 ，S39 取消了單台發動機的離軌點火測試，並開始直接進入載入階段。在載入階段，一塊格爾瓦被故意移除，用以測試相鄰的格爾瓦在鄰居缺失的情況下承受的壓力差異。之後 ，S39 也會進行一些之前試飛中進行過的測試項目。包括故意改變載入角度，用以測試機翼的結構極限，並且使用特殊的飛行姿態來模擬星艦未來返回新建成發射場時所使用的軌跡。在載入過程的最後階段，星艦將會點燃3台猛禽發動機，並施展神龍擺尾。之前，星艦在點燃3台發動機之後，會關閉1台發動機，用2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階段。而這次還新增了一個步驟，就是讓2台發動機再關閉1台，只使用1台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點火。但在着陸點火開始之後，只有2台發動機成功點火，不過影響不大，着陸點火依然可以正常完成，只是3台變2台那個步驟取消了。之後2台發動機也關閉1台，按照預定步驟以1台發動機完成着陸點火。總之，在發射後約1小時05分鐘，星艦2級成功降落在了印度洋，星艦3代的首飛至此落幕，新的征途從此刻開始，奔向無限遠的星空。And starting to see shutdown. RVACs have shut down. Sea levels are shut down. And 4 down, 18 to go. We deployed, it looks like this was the last one out. Flashlight turning on, taking a look at Starship in space. The way this system is set up, the satellites are essentially recording it, then making contact with our Starlink constellation, and then transferring that video back down to us on the ground.
Please,